儿不怕，哥在呢，哥在这儿，你会好起来的，一定会的。我叫林凡，蓝星一个普通大学生，做实验的时候不小心发生了意外。再睁眼，就成了这个家徒四壁、父母双亡的大叔落魄书生林凡。唯一的妹妹躺在床上高烧不退，却经不起郎中，买不起药。林凡，给老子滚出来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再不滚出来还钱，你这破房子就归老子抵债了，听见没有？想死！又是这帮恶霸，他们之前就没少勒索原主的父母，现在又捏造欠债，想要来霸占房产，真当我是软柿子随便捏吗？这次我家什么时候欠过你钱？你再胡搅蛮缠，我可要去报官了！报官？你去呀！看县太爷是信我，还是信你这穷的叮当响的书生？识相点儿，赶紧还钱！没钱就赶紧把房契交出来，不然老子把你那病秧子妹妹拖出来卖了换钱！该死！这个世界地痞无赖和官府互相勾结，报官确实奈何不了他们，难道只能被欺负？我不甘心！检测到宿主强烈不甘与潜在工业天赋，大国重工系统已绑定。本系统旨在辅助宿主攀登科技树，打造最强工业帝国。宿主完成任务就能获得各种奖励以及工业点，工业点可用来抽奖。新手大礼包已发送至系统空间，请查收，内含格斗术、精通级，是否立即领取？领取！系统，我穿越必备的系统终于来了！领取，立刻领取！恭喜宿主获得格斗术精通级。瞬间精通各种格斗技巧，我感觉我能打10个。小子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敢让老子等这么久，今天非废了你不可！恭喜宿主触发任务驱赶恶霸，任务要求击退张三及其同伙，确保自身与妹妹林雪儿的安全。任务奖励火药基础配方，工业点加200。火药，这可是古代大杀器，来的正好，刚好拿你们试试手。敢打三哥，我弄死你！小畜生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！你刚刚说要拖走我妹妹抵债？误会，林公子，林爷爷是误会啊！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有大量。误会？那这扇门也是误会？我赔，我们赔。行啊，惊吓费、医药费，还有这门，3两银子。3两？嫌多？少一个子儿，我就打断你们一人一条胳膊，自己选。给，我们给，还差1两啊！快把身上的钱都拿出来！滚吧！再敢来找麻烦，可不是这点银子的事了。多谢林爷爷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驱赶恶霸。恭喜宿主获得奖励火药配方，恭喜宿主获得工业点加200，当前工业点200。给力！有了火药，可以做些事情了。雪儿，坚持住，哥这就去给你买药。有了这系统和这些启动资金，哥绝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我们。哥要让你过上好日子。雪儿，喝药了，喝了就好了。哥，雪儿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还冷不冷？哥，我感觉好多了。没事就好，你好好休息，哥马上就带你过上好日子。恭喜宿主触发任务制造火药，任务要求制造出可以爆炸的火药，任务奖励300工业点。又来任务了，必须赶快把火药造出来，有了它，才算真正有了在这乱世立足的第一块敲门砖。消土主要来自土壤中的带有机物分解，墙角就是这些地方最容易附体。第一步，先收集够消土。木炭需要自己烧制，选樱木烧出来的炭质量最好，最后是硫磺。原材料齐了，
接下来就是处理这些原材料了。接下来就是按比例混合了，一硝二黄三木炭，口诀简单，但实操起来还是很难的，一个不小心还会炸。理论上应该成了，等明天干了，就去后山找个没人的地方试试。成败在此一举，一定要成啊！啊！成功了！成功了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制造火药。恭喜宿主获得奖励300工业点，当前工业点500。500工业点了，还差一半就能10连抽了。啊！刚刚那是什么？竹筒怎么会炸？妖法！力反会妖法？怎么可能是妖法？能爆炸？这不是妖法是什么？能爆炸，威力这么大，林凡这小子肯定是得了什么秘传。三哥，以后咱们还是离他远点吧，这东西太吓人了。是啊，惹不起啊！惹不起？正是因为他有这玩意儿，我们才更不能放过他。他一个没本事的书生，凭什么占据这种东西？县里的王老爷最喜欢搜罗这些稀奇古怪又厉害的东西。要是他知道林凡手里有这种能爆炸的秘术，三哥的意思是，咱们把这事告诉王老爷，一来可以借王老爷的手狠狠收拾林凡，报咱们的仇；二来县上这么重要的消息，王老爷能少了咱们的好处，说不定比之前勒索到的还多。对啊，还是三哥聪明。走，现在就去王家。走。火药是可以造了，但也不能一直在家里造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恭喜宿主触发任务，建立工坊。任务要求：拥有属于自己的固定工坊，工坊面积不小于30平米，基本设施齐全。任务奖励：工业点加200，火枪基础图纸，碎发式。工坊任务奖励居然是火枪图纸，太好了！有了火枪，个人安全就更有保障了。不过现在的问题是，我怎么赚钱？买个工坊要花的钱可不少啊！火药威力是验证了，但不能直接拿去卖，目标太大，容易引来杀身之祸，得找个法子变现。对了，烟花，我要稍微调整配比和封装方式，加上些金属粉末当染色剂，就能做成绚烂的烟花。这玩意儿在古代绝对是稀罕物，利润很大。烟花赚钱，买工坊，造火枪，这条路子可行。就这么干，先造出烟花样品，拿去集市试试水。材料都准备好了，现在就看实操了。分量要精准，压实程度要均匀，引信长度要合适。任何一个环节出错，都会出现问题。要么是哑炮，要么直接在手上炸了。看样子不错，出去试试看。哥哥，这是什么？一定要成！成功了！这个东西叫做烟花，虽然效果还很简陋，好美啊！这是这个时代从未有过的景象，拿出去绝对能大赚特赚。走，方哥回去多做点，多赚点银子，可以一定带你过上好日子。为了做这些烟花，我可是把全部身家都搭进去了，一定要大卖特卖啊！酒香也罢，巷子深，得找个机会演示一下，不然恐怕要空手而归了。哎，小子，你这写的烟花是何物啊？怎么闻所未闻啊？回客官，此物于夜间点燃引线，可直上青云，爆裂开来，光华四射，犹如天女散花，十分好看。真的？能看看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口说无凭，在下愿当场演示一个，请各位品鉴。
老天爷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飞上天了，还会发光！神了，真是神了！小哥，你这烟花确实很有意思啊！如果是到了晚上，肯定会更加壮观，特别是多个烟花一起放的时候。小哥，你这烟火怎么办？我要10个！我要一个！别急，我要2个。果然，物以稀为贵，看样子今天能大赚特赚了。烟花制作不易，材料珍贵，1两银子一个。没问题，这是10两银子。赚大了，趁着天还没黑，赶紧去把工房的事情敲定了。这铁匠铺看上去不错，当做工房应该能满足系统的要求，而且这家铁匠铺正好在出售。店家，你这铺子想盘出去，多少银子？是啊，急用银子。怎么，你想接手？30两银子，包括这铺面后面的小院啊，还有我这些老伙计，都是你的。25两，现钱。成，就当交个朋友。25两现银，这铺子归你了。嘿嘿。我看你身强体壮，要不留下来给我打下手，1月给你1两银子，怎么样？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以后我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。感谢东家。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根据地了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建立工坊。恭喜宿主获得奖励火枪基础图纸碎发式。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工业点加200，当前工业点700。任务完成了，这个铁匠铺果然能满足系统要求。现在还差300工业点就能抽奖了，还要抓紧把火枪造出来，这样能极大保证自身的安全。王老爷，千真万确，小的亲眼所见呐！那林凡弄出了能爆炸的玩意儿，声音响得很，地上都炸出坑了。哦，一个穷书生能研究出威力这么大的玩意儿？王老爷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哎，对了，老爷，最近市面上不是流传那种叫烟花的神奇玩意儿吗？晚上能飞上天发光那个卖的可贵了，就是那林凡弄出来的。哦，烟花也是那个林凡搞出来的？是他，绝对是他。小的打听清楚了，他现在盘下了西头李虎家的铁匠铺，就在那儿鼓捣呢。老爷，如今这世道，北边匈奴蠢蠢欲动，各地也不太平。听说州府那边都在加紧备武，若这火药真有张三说的那般威力，哪怕只有其1、2，用于武装咱们自家的后院，那都是了不得的力量啊！不错。即使它威力没传说中那么大，但是这做烟花之法，如今也是奇货可居啊！若能掌握在手，便是一条源源不断的财路。那林凡一个破落书生，无根无凭，何德何能占据此等秘术？理应献给老爷您这样的乡绅贤达，方能物尽其用啊！行了，这事我知道了，你下去领赏吧。谢老爷，谢老爷。你去一趟那铁匠铺，见见这个林凡，先礼后兵，让他识相点，把那能爆炸的东西和烟花的制作方法交出来。若是肯献上，可以许他些银钱，让他在铺子里做个管事；若是不识抬举，在这县城还没人敢驳我王家的面子。火枪结构比我想象的要复杂些，主要是激发机构，枪管锻造、内壁打磨是难点，需要耐心和技巧。好在有这铁匠铺的基础工具，李虎的技术也不错，打造的零部件稍稍加工就能用。东家，你要打造的这些我都没见过，他们是做什么用的？等做出来你就知道了。恭喜宿主触发任务工业的锋芒。任务要求成功制造出一支可激发的火枪，任务奖励工业点加300。新任务300点工业点，加上之前的700点，刚好够10连抽，必须赶紧把火枪造出来。你就是林凡？鄙人姓王，是县城王老爷府上的管家。王家？听说张三就是跟王家混的，难道是来帮张三报仇的？原来是王管家，不知大驾光临，有何指教？林小哥真是年轻有为啊！听说你弄出了些新奇玩意儿，叫什么烟花？
颇受欢迎。我们老爷对此很感兴趣。原来是为了烟花来的，这帮人鼻子真灵啊，闻着味儿就来了。混口饭吃罢了，不值一提。哼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们老爷看上你的烟花了，还有你弄出来的那种能砰一声炸响的东西。我要的事情他们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是那天在河边试验的时候被看到了？不行，绝对不能交出去。我们老爷说了，只要你肯将制作方法献出来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这铺子你还可以继续管着，每月给你发工钱。若是不然，这世道生意可不好做呀。胃口真大，烟花和火药都想要。王家势力大，先忍着，等把火枪造出来，再来个10连抽，王家我也不怕。啊，王老爷看中小子受宠若惊，只是制作方法中一些关键步骤和材料，小子也还在摸索，目前并不完善，恐难入老爷法眼。可否容小子些时日，将方法整理完善，再亲自登门献给王老爷？还要10日？你该不会是想要拖延时间吧？管家明鉴，此术精妙，仓促之间万一有所错漏，岂不是辜负了老爷的期望？况且王家家大业大，乃是我们县里最有名望的家族，我哪敢耍什么小心思啊？哼，谅你也不敢耍花样。也罢，就给你3天时间，3天后我再来，希望到时你能给出一个让老爷满意的答复。撤！3天足够了。东家，王家势力大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虽然不知道那烟花和会爆炸的东西是什么，但是东家很厚道，1个月给我1两银子，这好事上哪儿找去啊？放心，没事的，你先回去，等明天再来。好，东家，你自己小心点儿。材料离火已经打造的差不多了，今天晚上就要把火枪造出来。最后一步了，安装火药和铅弹，成败在此一举，能不能成就看这一哆嗦了。成功了，真的成功了！我手搓出了火枪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工业的锋芒，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工业点加300，当前工业点1000点了，可以10连抽了。皇家对我觊觎不已，一定要抽出好东西来啊！系统10连抽。恭喜宿主抽到火炮！恭喜宿主抽到火炮基础铸造图纸，前装滑膛炮！恭喜宿主抽到基础冶金术！恭喜宿主抽到顶级工匠技术！恭喜宿主抽到钢铁1吨！恭喜宿主抽到大型干锅！大型干锅钳！火炮图纸、冶金术，还有现成的钢铁、干锅等设备，再加上顶级工匠技术，在这个时代，手搓出火炮也不是不可能。恭喜宿主触发任务铸造真理，任务要求成功铸造1门可发射的火炮，任务奖励工业点加300，震天雷图纸。奖励居然是震天雷，这可是大范围杀伤利器，必须赶紧将火炮造出来。这个时代的生铁脆弱，是因为含硫磷过高，碳含量控制不当，还好系统直接给了1吨的钢铁，不然根本造不出火炮。现在钢铁、图纸大部分工具都有了，随时可以开始尝试建造。在此之前，先回家一趟，把雪儿接过来，她一个人在家很危险。哥，你回来了。雪儿，收拾一下，我们搬去铁匠铺住。哥，为什么要搬去那里啊？我们家不要了吗？那里以后就是哥工作的地方，也是我们的新家，地方大些，也安全些。你一个人在家，哥不放心。雪儿听哥的，哥在哪儿，家就在哪儿。
哥，这里好漂亮。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。雪儿，以后你就住这里。前面攻防吵闹，你尽量别到前面去，尤其是哥在做一些危险东西的时候。我知道了，哥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不给你添麻烦。傻丫头，你从来都不是麻烦。等哥忙过这阵，就送你去看最好的大夫，调养好身体，再请先生教你读书识字。真的吗？谢谢哥。雪儿安顿好了，接下来就是建造火炮了。打造火炮第一步，先做出模型。施拉法太复杂，泥翻法成功率低，最适合目前条件的是泥木翻砂法，用粘土和沙土混合制成模具，然后浇入铁水。模具的强度和透气性是关键，强度不够，浇筑时会长相开裂；透气性不好，铁水中的气体排不出，就会在炮管内部形成气泡和沙眼，那就是致命的缺陷。哥，很晚了，该休息了。马上就好，雪儿，你先去睡。哥，你也别太累了。火炮，这是力量的象征，也是在这个世界安身立命的根本。我必须赶快把它造出来。王家、匈奴乃至整个天下，都将在这真理之下颤抖。不枉我一夜没睡，终于是把这炮木弄好了。接下来就是熔炼铁水浇灌进去了。熔炼也不容易，好在抽奖抽到。东家，这是什么？我做的模具。老李，你来的正好，来帮我熔炼铁水，我们把它做出来。好，温度必须足够高，铁水流动性才好，才能填满模具的每一个角落。好了。一定要成功，一定要成功！完成了。东家，这到底是什么？你打造的东西我都没见过。这叫火炮，威力巨大，可打击数百步之外的敌人。数百步？老李，你看好它，我去做烟花卖。最近那个烟花也是东家做出来的，东家真乃仙人也。瞧一瞧，看一看来，来看这个，是，看，好，这都新做的，咱们去前面看，新鲜。那个好，是啊，这个好看，看看这，走。烟花，那是何物？来，给我把那个。陛下，听说是一种晚上能飞上天发光的新奇玩意儿，前些日子有人放过，可好看了。这位公子，请问这烟花当真能于夜间绽放光华？回小姐，确实如此。若小姐不信，在下可当场演示一个。好，那便有劳公子了。竟然真的能飞上天！这么神奇的东西，竟然只是个玩物。这烟花我全要了。全要？小姐，这数量不少。放心，我有银子。足够了，多谢小姐。不知公子高姓大名？能做出如此奇物，想必非寻常匠人。在下林凡，落魄书生而已。落魄书生，落魄书生能造出这种东西？好吧，陈统领，你怎么看这个林凡？小姐，这个林凡不像普通书生，所做烟花虽为玩物，但涉及到的东西很是复杂。能做出烟花，就能做出更具威力的东西。最近好好关注他，我不信他就是个落魄书生。尼摩已经冷却，可以弄下来了。是骡子是马，马上就要见分晓了。炮身、炮耳、加强锅，都很完美，成功了！老天爷，这真造出来了！东家，您真是仙人呐！这还只是第一步，后面的工序还多着呢。哼，
林凡，3日之期已到，我们老爷要的东西你可准备好了？哎呀，王管家，您可算来了，我正要跟您禀报呢。哦，该不会又要找借口拖延吧？管家明鉴，不是我拖延，实在是这祖传秘术玄奥非常。我这几日日夜钻研，终于有了重大突破。重大突破？没错，我改进了配方和工艺，威力至少能提升3成。只是这最后一道关键工序还差些许火候。林凡，你莫不是在戏耍鄙人？不敢不敢，我一个穷书生，怎么敢戏耍管家和老爷啊？哼，谅你也不敢。既然如此，鄙人便再多给你3日时间。3日后若再见不到完整的秘法，后果自负。哼，多谢管家宽限，3日后我定当奉上完整秘法。王老爷，你想要我的秘法？好啊，等我造出真正的真理，一定亲自送到你王家大门口，让你好好见识见识。东家，王家的人3番5次来，我估计很快就要失去耐心了。别担心，东西马上就要做好了。区区王家，不值一提。接下来是糖孔，铸造成的泡汤还很粗糙，必须进行精加工，扩大至标准口径，并尽可能提高内壁的光滑度，最好是有糖床。可惜我这并没有，做水泥糖床太不方便了，只能我自己手操。还好有系统奖励的顶级工匠技术，虽然肯定比不上糖床精准，但应该也可以。炮管已成，接下来就是制造炮架、轮子和瞄准具了，没什么难度。王家，你们的末日进入倒计时了。东家，你这技艺真是出神入化呀，竟能将内部打磨得这么精细。我估计整个大周国都没有人拥有你这样的技术。这不算什么，系统给的顶级工匠技术确实没话说。老李，来帮忙。接下来的东西我画图纸，你来打造。是。哇！太精致了！相比这个，我之前打造那些东西都是垃圾。别这么说，能打造出来吗？放心吧，东家，图纸都给我了，我肯定能打出来。那就交给你了。东家，搞定了。不错，你先休息一下。好，东家，你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叫我。终于有个样子了。最简单的瞄准装置，想要打得准，还得靠大量的实弹射击来总结经验和编制设表。但现在够用了，成了，终于成了。从无到有，从一堆矿石和木料，到眼前这尊真正的战争之神。东家，我总感觉这东西给我一种恐怖的感觉。那是当然，这是真正的利器。不过，还是要去实验一下能不能发射。要是不能发射，就白忙活了。成不成，就看这一哆嗦了。不要让我失望啊！成功了，射程威力远超预期，这就是真理的声音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铸造真理。恭喜宿主获得奖励，工业点加300，当前工业点300。恭喜宿主获得震天雷图纸。任务完成了，震天雷图纸到手。试射的动静太大了，肯定惊动了各方，必须立刻清理痕迹，将火炮转移回铁匠铺。皇家恐怕要狗急跳墙了。废物，连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查不到。昨夜那声巨响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老爷受罪，老爷受罪！小的打听了一圈，都说那声音是从河边传来的，可具体位置谁也说不清啊！
老爷，昨夜那声响动非同小可。张三之前说过，林凡在后山弄出能爆炸的玩意儿，小的怀疑昨夜之事极有可能与那林凡有关。林凡，他一个穷书生能弄出这般动静？老爷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若那巨响真是林凡所为，说明他掌握的东西威力远超我等想象。说得不错，此次断不可再留，必须趁其羽翼未丰，彻底将秘术夺过来。你去了2次，他一直在找理由推脱，不能再拖了，今晚就行动。既然来软的不行，就来硬的。老爷，黑狼到了。黑狼，你来的正好，有一桩生意要交给你。王老爷请讲，价码何事？弟兄们刀山火海也去的。目标是西头铁匠铺的林凡，我要你带上你的人，配合我的家丁，今晚此时去把他的铁匠铺给我踏平，将他活捉回来，逼问出他手里的所有秘方。活捉？要是他反抗呢？打断手脚，能说话就行。事成之后300两银子。300两，成交。东家，外面有几个人一直在我们店铺门口徘徊，看样子不是什么好人呐。昨天晚上的动静不小，看来是被王家的人知道了。哥，别怕，雪儿，哥早有准备。今晚你待在里屋，无论听到什么声音，都不要出来。哥，你小心。哼，想来硬的，那就让你们尝尝工业化的铁拳是什么滋味。老李，来帮我打扫东西。不知道对方会来多少人，多做点准备准没错。赶紧把震天雷造出来。东家，要做什么东西？等下你就知道了。我去织魔，你烧铁水，抓紧时间。好，东家。做了6个，足够了。东家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震天雷，使用时点燃引信，奋力投掷出去，引信燃尽，内部火药爆炸，这铸铁外壳就会碎裂成无数片，威力足以杀伤数步之内的敌人。爆炸，杀伤数步之内的敌人。东家，这东西比刀剑还凶险呢。威力确实不错，虽然粗糙，但也足够让王家喝一壶了。东家，今天晚上我留下来帮你吧。不用，我能解决，你好好休息。火枪、震天雷、火炮，王家来再多人，都只是经验包。上，先翻墙进去，打开大门。果然来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妈的，被发现了！强攻，给我打开门！赏你们的！我的腿！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强的威力！该死，这林凡怎么这么诡异？这次损失大了，回头一定要让王老爷加钱。他就一个人，兄弟们别怕，一起冲进去剁了他！我到时候拿了赏金，吃香的喝辣的。院门快被撞开了，是时候了。小子挺能打呀，继续狂啊！乖乖把秘方交出来，老子给你个痛快！你们想要秘方，有本事自己来抢。你的倚仗就是这破玩意儿，兄弟们，给我冲！无知，正好用你们来试试我这火炮的杀伤力。真雷只在大炮射程之内，送你们上路！弟兄们，林凡就在前面，拿着他！那是什么？黑狼老大直接被炸死了！
这林凡是魔鬼，跑，快跑！这就是与我为敌的下场。算算时间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黑狼做事肯定没有问题，老爷，我们很快就能知道，到时候我们王家必定更上一层。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老爷好好在这呢，说什么胡话？不是，老爷出事了，是黑狼，黑狼还有其他人全没了。妖怪，林凡家里面有钢铁妖怪，他吐出一个黑色的圆球，一下就把黑狼他们都弄死了。什么全没了？你说清楚！黑狼他们几十号人对付不了一个林凡，不是人，林凡他不是人，他睁开一块布，里面是个黑乎乎的铁管子，比腰还粗，然后就是打雷一样响，火光一闪，黑狼老大还有前面的弟兄们一下就没了，身体都碎了，地上还有好大一个坑。妖法，林凡果真会妖法？不是妖法。是河边炸响的那个东西，能爆炸，威力这么大，不能就这么放弃了。老爷，可那东西太凶险了，林凡有此物在手，我们动不了他。硬抢自然不行，但我们可以借力。别忘了，这个县城里谁最大？老爷是说周县令？没错，周县令。林凡私藏如此凶险之物，在家中肆意施展，杀伤人命，这分明是危害乡里，图谋不轨呀！何况他一个穷书生，哪来的这等凶器？必是来历不明，其心可诛。老爷高明，只要禀明周县令，查封林凡的工坊，收缴那凶器，到时候那东西落到县衙手里，以老爷您和县太爷的交情，那凶器就是我们的了。正是。林凡呀，林凡，你有这等宝贝，却不知怀璧其罪。你以为杀了黑狼就完了？明天一早我就让你知道，在这县城里，光是有蛮力是不够的。走，现在就去备礼，天一亮就去拜访周县令。陈统领，方才那2声巨响，堪称地动山摇，威力极强。你确定是林凡搞出来的？殿下，千真万确。据探子汇报，是王家觊觎林凡的技术，派人抢夺。没想到林凡能搞出这么大动静。巨响之后，王家圈养的那些亡命徒狼狈逃窜，如丧家之犬，口中狂呼妖魔铁怪。面对数十亡命徒的夜袭，非但无恙，反而弄出这般惊天动地的动静。陈统领，你我亲眼见过他拿烟花巧夺天工，而这巨响恐怕是汉室之器，我大周国岂不是天下无敌？不错，这种杀伤力，即便是在两军对垒的时候，也能起到很大作用。传令下去，明日一早备车，我要亲自去会一会这位林先生。殿下，我这就联系县尉，增派人手护卫殿下，不然我们几人去恐怕过于危险。不，若他真有恶意，凭此等手段，再多护卫又有什么用？哥，昨天晚上是什么声音？好吓人！雪儿别怕，是哥在做实验，弄出的动静大了点，以后不会了。事情闹这么大，肯定会引起官府的注意，到时候倒是可以以火炮作为晋升之阶。一个人一个铁匠铺还是太小了，就是不知道官府的态度怎么样，还是得做好万全准备，再多造几个震天雷防身。老爷，都准备好了。这真是昨夜打斗所致，何种兵器能造成如此破坏？县令大人，现在相信我所说的了吗？县尊大人明鉴，我们说的都是真的。是啊，周大人，都是为了县里安全着想啊。没想到林凡一个穷书生，竟然能弄出威力这么大的东西。等我收缴了上报朝廷，岂不是大功一件？你就是林凡？草民林凡，见过县尊大人。林凡，你可知罪？有人告你私藏军国利器，煽动兵戈，杀伤人命，危害乡邻。你这院中景象便是铁证，还不从实招来，将那凶器交出！
回大人，昨夜确有歹人袭击草民宫房，意图杀人越货。草民为求自保，不得已动用祖传防身之物，击退歹徒。此乃自卫，何罪之有？至于凶器，乃是祖传之物，一次耗尽已无法再用，恕难从命。这县令直接给我定罪，让我交出火炮，看来不可靠啊。不过还好，刚刚又造了5个震天雷，再加上火枪，即便出现意外，我也能从容应对。你放屁！分明还在你宫房里藏着。周大人，休要听他狡辩。林凡，本官念你是个读书人，才好言相劝。你若执迷不悟，休怪本官依法办事。来人，给本官搜，定要将那凶器找出。大人，祖传之物昨夜已经毁了，况且昨夜袭击之人身份可疑，大人不去追查元凶，反倒来逼迫我这苦主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林凡，你敢抗命？林凡，你胆敢阻拦官府办案，给我拿下林凡！住手！这不是之前报效我樱花的小姐吗？她怎么来了？难道是来帮我的？你是何人？敢阻挠本官办案？周县令是吧？不知林先生所犯何罪？劳动县令大人亲自带人上门拿人。哪来的小娘子，也敢过问官府之事？林凡私藏凶器，杀伤人命，证据确凿，罪大恶极。闭上你的嘴！周县令，还请你给我一个解释。解释？本官乃一县之长，做事用得着向你解释？来人，先把这个不知尊卑的娘们拿下，押入大牢。放肆！安阳公主殿下在此，岂容你等无礼！真的是公主殿下，臣周永年不知公主殿下驾临，多有冲撞，罪该万死。你方才说本宫是哪里来的小娘子？小的有眼无珠，冒犯凤家，小的该死，求公主殿下开恩呐！你刚刚说我不懂尊卑，公主殿下恕罪，小人若是知道是公主殿下，给我1万个毯子我也不敢呐。周县令，你身为父母官，不辨是非，险些冤枉良善，该当何罪？臣糊涂，请殿下责罚。念你尚未铸成大错，罚你半年俸禄。至于你们2人纵仆行凶，即刻押入大牢。殿下不要啊！殿下还不把人押下去？公主殿下，人已经押下去了，你看。滚吧！林先生，草民林凡见过公主殿下。没想到当初包揽我樱花的是当朝公主，而且看上去还很和善。先生不必多礼，前日即事一件，先生所造烟花已令本宫惊叹。昨日那声巨响，更是让本宫心生向往。不知先生可否为本宫解惑，是何种事物，竟有雷霆之威？当朝皇帝只有1个女儿，未来很有可能成为女帝。如果要进入朝廷，她是最好的选择，而且她的态度还算不错，是个合适的合作对象，可以给她大概介绍一下火炮。公主殿下，外面人多耳杂，我们进去说。公主殿下，方才那声响动，乃至烟花能够升空绽放，其根源皆在于此物。此乃何物？看似寻常矿粉。此物名为火药，看似寻常，但一旦遇到明火，便能剧烈燃烧，瞬间产生大量气体，形成爆炸，其力可开山裂石。原来如此，难怪烟花可一飞冲天。但有火药尚不足惧，关键在于如何运用。殿下请看，此物名为火枪，它将火药与弹丸封装于此，以碎石激发引燃火药，推动弹丸射出。无需多年训练，普通士兵持此物，可在100步之外轻易穿透重甲，其射程精度与威力远非弓箭可比。100步穿甲，若能量产，装备军种。此物名为震天雷，内部填充火药，预设引信，投入敌群，引信燃尽，轰然爆炸。铸铁外壳碎裂飞溅，方圆数步之内，人畜皆难幸，乃攻坚、守城、破阵之利器。而发出方才那声巨响，能于数百步外摧城拔寨、糜烂数10步的，便是此物，名为火炮。火炮？正是。填入定量火药与实心铁弹，点燃引信，火药爆炸产生的巨力，可将弹丸瞬间推出，轰击远方目标，
城垣、军阵、楼船，在其面前皆如纸糊泥塑。火炮、火药、火枪、震天雷。林先生，你可知你掌握的是何等力量？回殿下，草民深知此乃护国之力，亦为安邦之计。林先生屈居于此小县城，实乃明珠蒙尘，更是我大周之巨大损失。我大周北有匈奴虎视眈眈，西有番邦蠢蠢欲动，边疆不宁，国危待扬。若得先生之助，铸就此等利器，装备大军，何愁边疆不顾，何惧四方不臣？林先生，本宫以大周安阳公主之名，正式邀请你随我入京。我必向父皇全力举荐，以先生之才，必受重用，工部、军器监，乃至为先生专设新衙，皆有可能。届时举国资源，顶尖匠人，广阔场地，任先生取用。不知先生意下如何？一个人单打独斗肯定是不行的，而且安阳公主看起来是真心求财，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。殿下所言正是草民心中所愿，此微末之计，若能报效国家，护佑黎民，乃草民之幸。只是进京之前，草民还需安排舍妹，以及处理攻防后续。先生深明大义，令妹之事，先生无需担忧，可随我们一同入京。本宫会安排最好的先生教导他。至于这攻防，重要之物带走即可。到了京城，自然有各种资源供先生取用。我们3日后出发如何？但凭殿下安排。恭喜殿下遇到林先生这样的大才。那我们3天后再见。雪儿，哥哥要去京城做一番大事，你愿意跟哥哥一起去吗？哥去哪儿，雪儿就去哪儿。雪儿，放心，到时候哥找最好的大夫，彻底调理好你的身体，找最好的先生，教你读书明理。哎，东家，你放心去，铺子有我老李看着。嘿，好，保重。林先生，我们出发吧。八百里佳期，匈奴犯边，先锋已破黑风岸，距我县不足200里。什么？怎么办，诸位？这可如何是好？匈奴凶残，所过之处鸡犬不留啊！大人，县城守军满打满算不过300，且多为老弱，弓弩不足，甲胄不全，平城固守，恐怕撑不过3天。要不我们弃城而走，护送百姓南撤？不可，弃城而逃，按律当斩。况且匈奴多为骑兵，我们如何跑得过？公主殿下，您来了。如今匈奴大军压境，我们如何是好啊？张守备，城中可用青壮有多少？粮草、滚木、雷石可充足。回公主，若强行征发，可得青壮1000余人，但未经训练，恐难当大任。粮草尚可支撑半月，守城器械则严重不足。无论如何，城不能弃，百姓不能不管。可是公主殿下，敌我实力悬殊，如何守啊？更何况殿下你万金之躯，要是在这里出了意外，我们难辞其咎啊！不然，还是让我们护送公主殿下，你先撤离吧。本公主绝不弃城而逃。至于守卫城池的事情，从现在起，县城一切防务由林凡全权负责，所有人，包括张守备与你周县令，皆需听其调遣。违令者以军法论处。林凡，一个浆糊，公主，这如何使得？公主，军国大事岂能儿戏？他一个落魄书生，懂得什么行军布阵？将全城安危系于我身，这压力，但凭借县城的力量，肯定是守不住这一波的，只能依靠我那超越时代的武器来拼一波。县尊大人，张守备，非常之时，行非常之事，守不守得住，口说无凭，我自会用行动证明。若因诸位掣肘而城破，届时恐怕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。莫非诸位想抗命不成？下官遵命。末将听令。城墙不足2丈高，墙体多有破损，垛口太低，难以有效防护。马道狭窄，不利于兵力机动和物资运输。这防御工事真是千疮百孔，士兵战意也不强。
一旦打起来，恐怕兵败如山倒。林先生，情况你也看到了，有何退敌妙计？第一，立刻动员全城百姓，加固城墙，将所有垛口加高至少3尺。材料不够可以拆房。拆房？这空益民怨啊！当然不用拆民众的房子，王家的宅院，我看就很不错。可是没什么可是的，执行命令。第二，集中全城铁匠、木匠，即刻起，全部听我调遣。第三，将库房所有铁料、火油、棉布等资源集中起来。是。时间紧迫，长话短说。我们需要制造3件东西：第一，大型投掷器；第二，火枪零件；第三，实心铁弹。投掷器至少20架，火枪零件至少50个，还有实心铁弹50个。林先生，这恐怕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制作出来的呀。现在情况紧急，大家克服困难，等到守城结束，我为大家请功。好，我们尽快。老李，你有经验，一定要督促好，确保质量。东家放心，去做吧。走。辛苦你了。城内秩序已初步稳定，百姓见你有条不紊，恐慌也减轻了不少。多谢公主。此战你有几分把握？若是冷兵器对攻，半分也无。但有了投掷器和火枪，我一定能让匈奴在这座城下流尽鲜血。恭喜宿主触发任务国之屏障。任务要求击退匈奴先锋部队。任务奖励工业点加300，开花弹图纸。300工业点，开花弹图纸，这奖励可以啊！这一仗必须赢。老李，打造的怎么样了？已经打造差不多了。东家，你先检查一下火枪。尺寸、规格都符合要求，可以进行组装了。大人，您这手艺太利索了。熟能生巧而已。你们也来试试看。来，这样装上。这个很好，有了这批火枪，守城的力量又增强了几分。林将军，此物当真比弓箭好用？张守备，弓箭需数年苦练方能精准，而此物只需数日训练，普通士卒即可在100步之外破甲杀敌。诸位，此物名为碎发火枪，乃守城利器。现在我教大家如何使用。第一步，装填，取出定装纸壳弹药，将火药倒入引药锅。第二步，瞄准，照门，准心，目标，3点一线。第三步，击发，打开击锤，扣动扳机。好强的破坏力啊！林先生真是神人啊！注意，火枪射击后会产生后坐力，肩膀要抵紧枪托，还有枪管会发热，严禁用手直接触摸。明白。此乃火炮，守城之重器，操作需多人协同。都看清楚了，林大人所授乃克敌制胜之关键。现在开始训练。是。这铁疙瘩真这么神？小子，林大人是神人，他弄出来的东西准没错。而且昨天林大人演示的时候，咱们都看见了，离那么远，一枪就把树打了个洞。可我还是有点害怕，训练了好久还是手抖。怕个球！谁第一次见血不哆嗦啊？记住林大人教的，稳住心神，按步骤来。想想城里的爹娘破衣，想想匈奴人打进来会是个什么下场。你手里的就不是铁疙瘩，是保住他们性命的法宝。我明白了。林先生，经过1天训练，士兵们都没那么惊慌了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公主殿下，你怎么来城墙了？匈奴先锋很快就到，这里危险，你还是赶快回去吧。不，我就在这里和你一起守城。
我相信你一定能击退匈奴。公主放心，东西都已经打造好了，一定能击退匈奴，不让公主失望。匈奴前锋来了！别怕，我们有林先生给的武器，一定能赢。城上的两脚羊听着，打开城门，献出财物和女人，可饶你们不死，否则城破之后，鸡犬不留。林先生，公主别怕，匈奴今天就让你们看看工业的力量。火炮准备，投掷器准备，勇士们攻城！先登城头者赏百骑，女人任选，攻下城后任意劫掠。杀！杀！杀！火炮开炮，投掷器投掷。是神威，林先生神威，好可怕！别怕，只要冲上前，他们的气息就对我们造不成伤害了。所有人一起冲！林先生，匈奴士兵有了防备，火枪的杀伤力恐怕大减。公主别担心，我早有准备。火枪队，瞄准城下匈奴士兵，准备射击！射击！火炮，投掷器准备，目标敌方攻城器械区域，放！将军，不好了，我们损失惨重，要不先撤退吧？该死，先撤退！林先生，你真是天神下凡啊！有你在，此城无忧矣。匈奴吃了大亏，下次再来必然会有备而来。我们不能松懈，火枪和火炮已经用过，匈奴一定会有所防备。接下来就是全力打造震天雷了，让我再给你们一个惊喜。此物名为震天雷，使用时点燃引信，奋力投掷出去，引信燃尽，内部火药爆炸，铸铁外壳碎裂，能大范围杀伤敌军，尤其适用于对付城下密集之地。明日匈奴主力到达，我们必须赶紧造出来一批备用。这真有那么大威力？比火炮如何呀？威力自然不及火炮，但胜在制造简单，可大量生产，使用灵活。接下来，我教你们如何调配田中的火药。林先生，这个要打造多少？最少100个，越多越好。林先生，匈奴士兵有了防备，全部装备了盾牌，火枪的杀伤力恐怕大减。冲上去，靠近城墙，他们就没办法了。林先生，敌人靠近了，正好让他们尝尝新玩意儿的厉害。震天雷，放！什么？就拿这么一个黑球就对付我们？痴人说梦！真是雷霆之威，我们根本抵挡不住。就是现在，敌人已经溃败。火炮，火枪射击！匈奴退了，我们赢了！我们赢了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国之屏障。恭喜宿主获得开花弹图纸。现在我也有开花弹做底牌，匈奴主力来了，又能打一个出其不意。就是这座小城，让我的先锋折损了近1000人。吴将军，城中有妖人，能驱使雷霆火焰，声震四野。我军勇士未及靠近，便已粉身碎骨，非战之罪啊！妖术，哼，不过是你这废物的托词。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一切都是虚妄。传令下去，安营扎寨，明日拂晓，我要亲眼看着这座城化为齑粉。那是攻城塔。林先生，我们的火炮能对付得了这些大家伙吗？公主请放心，我已有定计。开花弹威力巨大，正好能针对密集的大军和大型工程设施，这算不算意外惊喜？
明日之战，关键在此物——开花弹。它与实心弹不同，内部中空，填充火药和小弹丸，依靠引信在目标上空或内部爆炸，尤其擅长对付密集军队和木质结构，完美克制匈奴大军。明白了，林先生，我们一定尽力。恭喜宿主触发任务国之屏障2，任务要求击退匈奴主力部队，任务奖励工业点加400，后装步枪图纸。又来任务了，后装步枪图纸。这玩意儿要是量产装备在军中，这世界上还有敌手？必须拿下匈奴主力大军。老天爷，那是什么怪物？是攻城塔，我听说这玩意能直接打上城头。林将军，匈奴人多，还有攻城塔，这……别慌，我早有应对。来人，把开花弹拿过来。林先生，30颗开花弹全在这里了。一夜不眠不休，才造出来30颗开花弹。今天就让匈奴尝尝味道。目标：左侧攻城塔，距离300步。开花弹，装填，点火。这是什？炸了！从里面炸开了！神了！林将军真是神了！好，有效果。瞄准其他攻城塔和士兵密集的地方，给我狠狠的打！火枪开始发射，震天雷也开始投射。妖魔！众人有妖魔助阵！快跑啊！他们的雷火能钻进木头里爆炸！废物，都是废物！谁敢再退，这就是下场！传令下去，亲卫队集合，随我冲阵！我要让这些两脚羊知道，在真正的雄鹰面前，一切诡计都是徒劳。将军不可！众人妖术厉害！滚开！我无为纵横草原20年，靠的是手中的刀和胯下的马，不是贪生怕死。今日若不踏平此城，我誓不为人！是匈奴主将的大刀，他亲自出阵了。林凡来得正好，我正愁找不到你。千里炮膛，装填开花弹，我要亲自炸死敌军主将。就是现在！手一定要打中啊！那是死了！吴将军被天雷炸死了！赢了！我们赢了！万胜！林将军万胜！匈奴主力溃散，你做到了，林凡。公主，你这样让我很难办。不过软软的感觉还不错。公主殿下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眼下当务之急是清点战损，救治伤员，加固城防，以防匈奴残部狗急跳墙。张守备，善后的事情就交给你来做了。好，林先生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国之屏障2，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工业点加400，当前工业点1000。恭喜宿主获得后装步枪图纸。太好了，后装步枪图纸到手。陈统领，已亲自挑选一队得力人手，明日一早携带我的奏报800里加急直送京城，面呈父皇。是，殿下。这奏报，此战经过，林凡之功，火器之力，皆在奏报处。我要向父皇力陈，林凡乃国之栋梁，其所掌握之术，乃护国神器，请父皇务必重用。末将明白。殿下，那我们何时启程回京？凭借林凡在此显露的才能，恐已引起多方注意，留在此地反而不安全。说得不错。今天天色已晚，明天便护送林凡兄妹一同返京。殿下思虑周全，末将这就去准备。
此件事了，很快就要去京城了。京城局势复杂，要想站稳脚跟，必须要有更多的地盘。正好，现在有1000工业店可以抽奖。系统10连抽。恭喜宿主抽到水利机床制造图纸、高炉建造图纸。机床，这是实现精密加工的关键。还有高炉图纸，等建造出来，就可以自己炼钢铁了。这下去京城的底气更足了。火炮太大了，暂时是带不走了。不过带一把火枪和几个震天雷，应该足够让皇上相信我了。哥，京城是不是很大很热闹？应该比县城大很多，人也多很多。京城乃天子脚下，汇聚四海之珍、八方之人，自然不小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我会安排妥当的。我已修书父皇，详述你的功绩与才能，但朝中并非铁板一块，必有质疑与阻挠之声，你要做好准备。我明白，技术本身不会说话，但他的力量会为我说话。恭送公主。林先生，之前的事情多有得罪，我在这里向你赔个不是。东家，你放心去，铺子由我老李看着，保证不出岔子。好，老李，这里就交给你了，保重。出发吧。再见，公主。慢走啊！一路保重啊！再见，林大人。我林帆来了。好高的城墙，好多人呢。是啊，比县城大多了。以后我们就住在这里面了。小儿开不开心？不管在哪里，只要和哥哥在一起，我就很开心。雪儿，你放心，我会尽快在这里站稳脚跟，让你过上幸福的日子的。哎，是安阳公主殿下的车驾回来了。公主殿下回来了，听说公主在北边打了胜仗，有个拜县能招雷霆之力，就是他帮公主击溃了匈奴。马车里的人，莫非就是他？老爷，刚得到消息，安阳公主的车驾已入城，同行者中确有那个叫林凡的男子，还有他的妹妹林雪儿。确定是那个造出火炮的林凡？确定。公主殿下似乎极为看重他，一路同行。一个不知从哪个山沟里钻出来的穷书生，仗着几分奇技淫巧，攀上了公主的高枝，就以为能一步登天了。哼，还敢触我王家的眉头，把我族弟送进了大牢，真是不知所谓。老爷，此人如今胜券未明，我们不必我们动手，你去找几个御史台的朋友，就说此子来历不明，所用之术近乎妖邪，在北疆虽有小功，却性情暴戾，滥杀无度。总之，我要让他顺顺当当的见到陛下。还有，公主也不可能时时刻刻跟着他，你去打点一下，让他知道知道得罪我王家是什么下场。小人明白。林先生，你先在这里住下，等我进宫面见父皇，到时候父皇自然会召见你。麻烦公主殿下了。林先生不必客气，一定要把林先生安排好，听见没有？是，殿下。林先生，我们进去吧。林先生，你就暂且住在这里，咱家要回去和公主复命了。哥，这里好宽敞，好豪华呀！你喜欢就好，先去收拾一下东西吧。你就是林凡？正是在下。这态度不太对，找事的这么快就上门来了。按规矩，查验身份文书。北疆小县的路引效力有限，在京城需重新登记造册。还有，你携带的这些行李需要开箱检查，以防夹带违禁之物。哥，管事大人，我等是随安阳公主殿下入京，身份自有公主作保。这些是我的私人工具，并非违禁之物。哼，公主殿下是公主殿下，规矩是规矩。谁知道你们路上有没有被人调包开箱？我看谁敢！林凡，你想抗命不成？
这里是京城，不是你那穷乡僻壤。我说了，这是私人工具，你若执意要查，便去请公主殿下来，否则恕难从命。怎么回事？陈统领，您怎么来了？小的只是按规矩办事，查验一下行李。林先生是殿下贵客，你这是在质疑殿下？不敢，小的不敢，是小的弄错了规矩。林先生，打扰了，还不快滚！这就滚，小的这就滚。林先生受惊了，京城之地，宵小之辈众多，欺软怕硬是常事，只是没想到他们胆子这么大。公主殿下刚走，他们就来找事。您放心，这事我一定查清楚，背后是谁所为。多谢陈统领，也请代我多谢公主殿下。先生客气，我已加派了人手在院外值守，确保先生与令妹安全。若有任何事，可直接让他们找我。有劳了。哥，刚才吓死我了。放心吧，雪儿，不会有事的。还没站稳，麻烦就已经找上门了。不过有公主作为后盾，这些不足为惧。最重要的还是准备好面圣的事情。有本启奏，无本退朝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近日京城传闻，北疆有书生林凡凭借奇巧火药之术，助安阳公主殿下击退匈奴。此功虽实，然其人所用之法闻所未闻，近乎妖邪。且闻其性情暴戾，在北疆杀伤无算，有违天和。臣恐此非国家之福，请陛下将其捉拿下狱，详查一番。陛下，臣附议。林凡出身卑微，来历不明，其所持之术若流传开来，恐动摇国本，祸乱民心，当严加审查，不可轻信。两位御史此言差矣。那林凡能造出利器，助公主殿下大破匈奴，解北疆之围，此乃大功，岂可因术之兴起而加罪？说所言极是，怎么这样？对呀，但是就国将不国了。陛下，赵尚书所言确有道理，然治国之道，在德不在力。林凡之术威力巨大，若掌控不当，或为野心家所用，则国将不国。臣非是要加罪于他，只是觉得此等力量必须牢牢掌控在朝廷手中，须对其人其术进行严格甄别与考教，方可酌情任用。此乃老成持重之见，望陛下三思。王侍郎的意思是，我大周将士的鲜血还比不过你们文人一句老成持重？没有林凡，北疆如今已是焦土。甄别考教，莫非是要把功臣当囚犯审吗？赵尚书言重了，正因其功大，才需慎重。若其心术不正，将来酿成大祸，谁来承担？够了，功过是非，空口无凭。传朕旨意，明日辰时召林凡于殿前觐见，朕要亲自看看这位林先生，届时朕自有分晓。陛下英明。陛下，林凡此刻就在外面等候。宣，林凡觐见。草民林凡参见陛下。免礼。朕听闻你擅造火器，于北疆立下大功。今日朕与诸位爱卿都想开开眼界，你不必拘束，尽情演示。谢陛下。此物形状怪异，不知有何用处？这就是安阳所说的火枪。回陛下，正是燧法火枪，可在100步之外破重甲，杀敌酋。这是100步破甲，我大周最强的神臂弩亦不过如此。陛下，不如让林凡演示一番。允，林先生演示吧。风向稳定，目标固定，毫无难度。
好大的动静啊！真打中了，穿透铁甲。禀陛下，铁甲洞穿，入木3寸。太好了！好神器！好，林凡，除了这个，还有那个震天雷，可否演示？回陛下，可以的。陛下，此物名为震天雷，可用于守城、攻坚，投掷于敌群，可杀伤数步之敌。哼！哎呀！陛下，此物声若雷霆，威力惊人，然过于酷烈，有伤天和呀！王大人，刀剑加身，难道就不酷烈吗？此物之力，在于可让我大周将士少流血，多杀敌。对敌人酷烈，对我大周将士则是好事。林凡说的对，武器就是用来杀敌的，杀伤力越大越好。朕很满意。你还有何物，一并演示了吧？回陛下，尚有最强之物，名为火炮，然其体型巨大，并未带来，建造也需要10日。草民可呈上其图纸，供陛下预览。安阳，你此番北疆之行，为我大周寻回了一把真正的神兵利器呀！父皇，林凡之才远不止于此，他所掌握的是一套全新的学问，一套足以改变国运的学问。火器只是其冰山一角。林凡确有大才，不过此等力量过于骇人，若用之不当……父皇，林凡并非野心勃勃之辈，他所求不过是一展所长，护佑其妹，安居乐业。儿臣观其言行，其心中自有准则，绝非滥杀之人。况且他将火炮图纸毫不藏私，直接献上，此等胸襟，岂是心怀叵测之徒所能有？这倒是不错。林凡，在你所演示的火枪、震天雷，还有所说的火炮，工部与军器舰可能仿造。回陛下，火炮其中涉及诸多精微之处，非得其核心技艺与新型工具不可。尤其是那火炮，工艺极其复杂，工部想要仿造，恐怕十分困难。朕明白了，非常之时，当行非常之法。此等人才，若因循守旧而不用，乃朕之过，大周之失。林凡，臣在。你之功绩，朕已了然于胸；你之才能，朕已亲眼所见。朕欲重用你入工部，你意下如何？谢陛下信任，但臣不想进入工部。不想进入工部，那你想去哪儿？臣请于京郊建立大周第一兵工厂，集中天下能工巧匠，专司研发与制造新式火器及相关器械。此厂需独立于现有工部体系，由陛下直接统辖，以确保效率与机密。陛下不可！兵工厂独立于工部，成何体统？此乃乱国之举，此分明是包藏祸心，迂毁我大周100年基业。陛下，王侍郎所言极是，工部建制完善，能工巧匠云集，有何器械不能打造？何必多此一举，图耗国堂？林凡，你一落魄书生，偶得奇技，便敢蔑视朝廷体制，与专权独断乎？陛下，非是林凡蔑视体制，亦非欲专权，实乃现有工部体系无法满足未来战争之需。林凡，你此言何意？莫非是觉得我工部工匠无能？并非工部工匠无能，而是旧制牵绊太多，流程冗长，必须破旧立新。兵工厂所需款项、物料可专设账户，由陛下直接派员监理，确保每一文钱皆用于刀刃，如此才能让火器快速发展。儿臣以为林凡所言有理，北疆之战已证明火器之威，乃未来战局之关键。若能有一专司机构摒弃冗物，锐意创新，集中力量办大事，或能让我大周军力
真正脱胎换骨。林凡，你之所求非同小可，此举必将触动朝堂格局，你当真认为有此必要？陛下，非常之时，当行非常之法。匈奴虽暂退，然狼子野心未泯。若我大周满足于现状，固步自封，今日之火气优势，恐转瞬即逝。建立兵工厂，非为林凡个人之功业，实乃为了让我大周将士能手持最精良之武器，为了让我大周国祚能凭借最先进之技术，屹立不倒。此乃臣肺腑之言，望陛下明鉴。好，朕准你所奏。陛下，林凡听旨。臣接旨。朕任你为将座少监，于京郊筹建大周第一兵工厂，独立于工部体系之外，专司新式火器及相关军械之研发、制造与改良，赐你专断之权。望你勿负朕望，勿负江山社稷。臣林凡领旨谢恩，必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林凡，咱们走着瞧。殿下请看，此地依山傍水，地势开阔，曲水便利，水利亦可利用。后方山体可做屏障，距离官道虽远，反倒能避免闲杂耳目干扰，正适合建立兵工厂。林先生选址果然独具慧眼，此地看似偏僻，实则暗合自成格局之理。我这就安排人来建造基础设施，把兵工厂的雏形先打造出来。多谢殿下。陈统领，林先生，公主殿下，属下刚查明，工部王朗侍郎与北疆那个被处置的王老乃是同宗族亲啊。工部侍郎王朗，原来还有这层关系，难怪屡次针对于我，除了政见不合，竟还藏着这等私怨，皇家还真是阴魂不散。有劳陈统领告知，不过王侍郎若以为凭借私怨和官场手段就能阻我，未免太小看林凡，也太小看陛下的决心了。王朗身为朝廷大员，竟因私废公？殿下不必为此费心，兵工厂独立于工部体系，由陛下直管，款项内躺拨付，物料自行采买。王朗的手伸不进来，他越是跳脚，反倒越显得格局狭小。殿下，选址已定，接下来最关键的是人。工部将户体系僵化，匠人虽多，却困于陈规。臣需要的是敢于接受新事物、心思灵巧的工匠。此事想请殿下相助。本宫对匠作之事知之甚少，如何相助？殿下身份尊贵，只需以您的名义，在京城及周边放出风声即可，不限出身，唯才是举，待遇从优，更有机会学习前所未见的新技艺，参与打造国之重器。想必会有不少人动心，届时还请殿下亲自把关，为臣筛选一批背景清白、心性踏实的匠人。好，此事便交给本宫，定为你寻来一批能工巧匠，作为兵工厂的奠基之石。多谢殿下，有此根基，臣便可放手施为。王朗之流不过是工业洪流前的几块石子，无足挂齿。这里将不受任何旧势力掣肘，工业的种子将在此破土而出。王朗，你就好好看着吧。1个月时间，基础设施已全部完工，道路、厂房、水渠一应俱全，只等工匠到位，就能正式开工了。林凡，你要的工匠，本宫为你找来了。这位是李老根，京城有名的铁匠，擅长铸造，他的几个徒弟也都是好手。小人李老根儿见过林大人，早就听闻大人能造出火炮那般神器，今日得见是小人的荣幸。这位是张木匠，这位是王石匠，都是本宫亲自筛选的工匠，个个手艺精湛，为人可靠。多谢公主殿下。好，很好，诸位都是各行各业的能手，从今日起，你们就是大周第一兵工厂的第一批工匠。在这里不问出身，只看手艺，只要用心做事，本官绝不会亏待大家。工钱是外面的3倍，若有创新改进，另有重赏。有了这些工匠，终于可以开始正式建造了。当务之急是先建造高炉和水利机床。高炉能炼出优质钢铁，水利机床能让加工效率倍增，
有了这2样，后续制造火枪火炮都将事半功倍。你们随我过来，我先教你们打造高炉。看来这里很快就要大变样了。诸位请看，此乃高炉，与传统炼铁炉不同，它更高大，采用特殊耐火砖砌筑，关键在此处风箱入风口的设计，能让炉温更高。炉膛形状经过改良，能使铁矿石反应更充分。大人，这炉子构造确实闻所未闻，如此设计真能炼出更好的铁。不错，传统方法炼出的铁杂质多，质地脆，此炉配合焦炭，能炼出强度更高、韧性更好的钢。李师傅，你先带人去备烧耐火砖，烧制焦炭，确保材料没问题。大人放心，老汉一定严格把关。你们待会儿跟着我一起建造高炉，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及时问我。是大人。希望这些工匠不要让我失望，打造出合格的高炉。终于成功了，有了这个高炉，以后再也不用担心铁的问题了。不过，还是要先试一试能不能行。李师傅，火候到了，现在投入混合好的材料。是。应该差不多了，可以了。现在开炉。这铁水，老汉我从未见过如此纯净、如此漂亮的铁水。成功了，李大人！成功了！是啊，我们成功了！我们成功了！我们成功了！高炉一成，优质钢铁的来源有了保障。接下来就是让水力机床运转起来。大周的工业革命将从这里正式起航。我们要在此建造水力机床，靠水车带动，通过齿轮和连杆将水力转化为加工金属的动力。大人，这些齿轮如此精巧，靠着水流就能同时驱动好几台机器。正是，水力稳定持久，远胜人力。只要传动系统设计合理，就能实现多台机床同时运转。好了，先按照我给的图纸，把水力传动设备和机床所需的所有材料都打造出来，然后我带着你们一起建造。是。动了，真的自己动了！神器，这才是真正的神器呀！林大人，您真是神人！我用人力，我用畜力，仅凭水流就能驱动如此精妙的机器。林大人之才，确实远超常人想象。高炉完工，水力机床已成功运转，工业的基石已经奠定，接下来就是全力生产的时候了。现在，全力制造后装步枪。老爷，京郊那边传来消息，林凡建起了一种叫高炉的东西，炼出了上好的钢水，制作出的钢铁强度远超寻常铸铁，还在河边建了大水车，据说不用人不用牲口就能同时驱动好多台古怪机器。什么？他哪来的这些本事？小人不知，只听说现在工地上的工匠都对林凡奉若神明。高炉水驱机器钢铁，此子绝不可留。若成了气候，哪里还有我工部的立足之地？老爷，既然他技术这么厉害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学会他的技术呢？这样他就没用了。就凭他那几个工匠，怎么和整个工部相比？说得好，就按照你说的，派人去学习技术。是，老爷。诸位，从今日起，你们要学习的不再仅仅是锤子与铁针的手艺，而是如何驾驭这些机器。它们的力量源于水流，但精度与巧思却掌握在各位手中。现在我为大家演示如何用车床加工后装步枪最关键的部件之一——枪管。第一步，校准，必须确保枪管轴线与车床主轴完全重合。任何微小的偏差都会导致枪管壁厚不均，轻则影响精度，重则炸膛伤颈。第二步，粗车外缘，选择合适的刀具，确定进几量和转速，去除大部分加工余量。注意听声音，看铁线，声音刺耳，可能是刀具钝或转速不当；铁线颜色过深或断断续续，可能是进几量出了问题。
要时刻与机床沟通，他会在切削声中告诉你他的状态。外援粗车完成，现在是关键中的关键，膛孔加工枪管内壁，枪管内壁的光滑度、直线度和口径一致性，直接决定子弹的出速、精度和射程。我们的目标是内壁如镜，笔直如线。膛孔时，心要静，手要稳，眼要准，进击必须均匀，不可冒进。老天爷，这内壁比最好的景德镇瓷器还滑溜。笔直，真他娘笔直，一点味儿都没有。这就是机器的力量，也是规范操作的力量。接下来我会继续教你们其他流程，学会了，就是你们自己打造零件的时候了。是。1个月时间过去了，这些工匠终于能熟练造出合格的零件了。好了，零件打造好了，现在开始组装第一把枪。成了，林大人，这就成了。对，这就成了。走，去试香场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去溜溜。大家看好了。这威力太强了！成功了，我们真的造出来了！这只是开始，接下来我们要批量生产，并且实现标准化生产，让每一支枪、每一个零件都能互换，这才是真正的工业力量。步枪造出来了，尽快大规模生产，明日去求陛下编练新军，装备新式武器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臣有一事。哦，说说看。臣已经造出威力远超火枪的后装步枪，可实吸射出5枪。臣仅编练纯火器新军，名曰神机营，装备后装步枪，探索火器部队之战法、编制，逐步推广，替换旧军，使我大周军力脱胎换骨。你说的那后装步枪真有那么厉害？臣不敢欺瞒陛下。陛下，不管那后装步枪多厉害，臣反对编练纯火器新军。弓马骑射乃我大周立国之本，祖宗之法不可废。火器虽利，岂能完全替代将士们苦练多年的武艺？若人人持火器，谁还肯下苦功练习刀枪拳脚？长此以往，军心涣散，武备废弛，国将不国。赵尚书所言极是，两军对垒，最终还是要短兵相接，白刃见红。靠那喷烟的棍子，能记什么事？陛下，末将以为火器可作为辅助，但绝不能成为主力，否则便是自毁长城。陛下，臣以为赵尚书之忧不无道，况且林凡此人所行之事，皆标新立异，迥异于常。如今又要长精兵，握利器，臣恐其非大周之福，乃祸乱之源。请陛下即刻下旨，将林凡交由3司会审，查明其底细。众卿之意，朕已知晓。火器之力，北疆之战已有明证。至于林爱卿之忠心，朕信得过安阳，也信得过自己的判断。陛下，然众卿所虑亦在情理之中。这样吧，林爱卿，臣在。神机营编练可以，但3个月之后，朕要亲眼看到成效。届时，神机营需与精营精锐进行一场狩猎比拼。若神机营能胜出，朕便力排众议，大力推行。若不能，此事就休要再提。林凡，你可有异议？陛下，臣愿立军令状。3月之后，神机营若不能在狩猎中胜出，臣甘愿辞去所有官职。林大人，军中无戏言。当然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朕便准你所请，给你5000兵额，自行招兵。3月之期，朕拭目以待。自行募兵，看来陛下是真的信任我。姓名、籍贯、年龄，可曾识字？俺叫王二狗，京城外王家庄人。识字俺只会写自个儿名字。好，下一个。刘老栓，原北疆边军第7营师长，30有5，还认得几百个字，会算数。在北疆打过仗，
回大人，跟匈奴崽子干过7、8仗。为何离开边军？腿上挨了一刀，跟不上大队行军了，就被裁撤了。去那边测试体力，若通过，优先录用。谢大人。切，我们是南城兵马司赵指挥使派来的，特意来加入神机营混个前程，给我们登记一下。神机营募兵不问出身，但需通过考核，请去后面排队参加体力测试。测试？我们可是赵指挥，这里是神机营，只认规矩不认人情，想入伍就去测试，否则请回。林大人，这般是否太不近人情？京城关系盘根错节，神机营未来要掌握国之利器，宁缺毋滥。我要的是能听懂命令、遵守纪律、敢于学习的兵，不是来混日子的少爷。若开头不立好规矩，后患无穷。上次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老爷，我们的人插不进去，林凡招募的工匠都要先面见公主，我们的人都被公主刷下来了。该死，一个公主竟这么关注林凡。算了，先不要安插人手，现在有新的机会。老爷，你是说林凡立下军令状，3个月后要让神机营和军队进行一场狩猎比拼，如果他输了，胜券自然消减，到时候想怎么拿捏他都行。你去安排人，让他练兵出点意外。是，手脚要干净，他那里守卫森严，直接破坏不义，可以从人身上下手。他招募的那些兵大多是流民泥腿子，良莠不齐。你想办法安插或者收买几个人进去，不必做太大动作，偶尔散布些流言，挑拨一下关系，或者在训练时稍微制造点意外，拖延他们的进度。总之，不能让他们安心训练。明白。各位，从今天起，你们不再是流民、农户或者边军老卒，你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神机营战士。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来这里是为了吃饱饭，为了拿饷银，这没错。但我要告诉你们，神机营将来要面对的是最凶残的敌人，要使用的是最犀利的武器。要想活下来，要想赢得军功荣誉，光想着吃饭拿饷远远不够。在这里，你们要学的第一课，也是最重要的一课，就是服从，绝对的服从，令行禁止。从现在开始，忘记你们过去的身份，忘记你们那套散漫的习惯，一切按我的规矩来。接下来我们练习队列，全体都有立正。看到你们的样子了吗？连站都站不直。今天上午什么都不练，就练队列。听我口令，立正，向左转。刘大哥，这林大人是不是不会练兵啊？让我们走步子，能打死匈奴吗？闭嘴！林大人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做。我在边军待过，知道令行禁止的重要性，不能令行禁止，上了战场就是一团散沙。队列应该就是练习这一点的。听大人的，没错。立正，膝盖绷直，脚尖分开，收腹，挺胸，抬头，目光平视前方。对，就是这样，记住这个感觉。我记得你叫刘老栓，以前在边境当过兵，这刘老栓倒是可以用。是，林大人。表现不错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神机营偏将。是，林大人，小人定不辜负林大人提拔。不错，有点样子了。不过今天只是开始，明天继续。不要觉得这是小事，细节决定成败。一支连自己都收拾不好的军队，打不了胜仗。好了，解散。今天我们开始学习神机营的根本，火器的操作与使用。此枪名为元年式后装步枪，看清楚了，这里是弹仓，这是我们的子弹、弹头、火药、引火，全部封装在这个小铜壳里。现在看我演示完整装填射击流程。第一步，打开枪机；第二步，
取子弹，押入弹仓。第3步，闭合枪机。第4步，瞄准。第5步，射击。好快的速度，比弓箭上弦还快，而且威力远超弓箭。看清楚了吗？这就是你们未来要反复练习，直到形成肌肉记忆的动作。现在领取枪支，开始模仿练习。郝三儿，你手抖什么？当是烧火锅乱指呢？这玩意儿也太难了，规矩还多，练了我胳膊都快抬不起来了。是啊，还不如回家种地呢。是啊，天天练这个，真的能打仗吗？闭嘴！不想练就滚！这是保命杀敌的本事，多练1分，战场上就多1分活路。都给我认真点儿！老爷，那边盯得紧，我收买的侯三没有太好的机会下手啊。废物，你连小事都办不好。老爷，那我们现在……明天就是说好比赛狩猎的日子，这次一定不能让他得逞。到时候安排点人手在猎场打猎，猎物全部算在经营头上。我就不信林帆还能赢。老爷，这个主意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今日狩猎之比以3个时辰为限，神机营与经营各遣200人入猎场，以猎得野兽数量种类计分，大型猛兽计10分，中型计5分，小型计2分，最终总分高者胜。期间不得攻击对方人员，不得逾越划定界限，违者立即判负。陛下，经营二郎自幼弓马娴熟，穿林逐兽乃家常便饭，今日必不让陛下失望。孙将军勇武，人所共知。不过林国公的神机营火气犀利，或也能另辟蹊径，有所斩获。陛下，此战可谓新旧之争，着实令人期待呀。陛下，神机营将士已准备就绪。好，既如此，朕便拭目以待，击鼓开猎。安排的人都稳妥吗？老爷放心，都是老手，手脚干净，猎的都是上好的货色，足够给经营那边添上厚一笔功劳，定能赢下林凡。好，今日就让林凡一败涂地。经营猎得大型野兽3头，共计560分；神机营猎得大型野兽17头，野猪8头，其余小型野兽数十头，总计590分。不可能，他们怎么可能比我们多？这是计分有误。公公，是不是何验错了？王侍郎，何验无错，你若是不信，可以自己查看。此次神机营猎物体型普遍偏大，尤其是猎获8头凶猛野猪，加分显著，自然是神机营胜。哈哈哈哈！好一个神机营，火气之力，狩猎亦能见其功。林凡，你果然未让朕失望。父皇，林先生练兵不仅用于战阵，于猎事亦有考量呢。林大人，老夫服了，此物用于狩猎，效力确非弓箭可比。恭喜林大人，神机营果然名不虚传。林凡，这次算你走运，来日方长。单于，5位大将和那么多勇士都死在了周人的手下，这个仇一定要报。可是周人的什么火枪、震天雷，还有火炮，太可怕了，我们根本靠近不了。怕了？难道我们高贵的狼族被人打了都不敢还手？要永远躲在这荒原上舔舐伤口吗？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周人有那种武器，我们怎么打？硬拼自然不行。周人有的那种利器实力大增，但他们内部并非铁板一块。我收到南边来的消息，周人朝廷里有很多大臣并不喜欢那个造出利器的林凡，甚至视他为眼中钉。单于的意思是，我们可以等待周人内斗，等待他们自己露出破绽。同时，我们要像狼一样忍耐，聚集力量，派出最机灵的勇士，化妆成商人潜入周境，不仅要打探消息，更要学习。
学习周人的语言，了解他们的弱点，甚至想办法学会他们制造那种利器的方法。学习周人，这不想学就得死，想要复仇就必须变得比他们更狡猾、更强大。传令下去，各部加紧整合，储备物资，训练勇士。复仇的火焰绝不会熄灭，总有一天，我们要让周人血债血偿。血债血偿，付出代价。恭喜宿主触发任务：离庭扫穴。任务要求主动出击，彻底消灭以阿克拉为首的匈奴势力，摧毁其反抗能力与政治实体，永绝北方边患。任务奖励：实用型蒸汽机全套技术与图纸。蒸汽机，真正的工业革命的心脏，有了它，机床就不再受制于水力，火车、轮船，无数想象都将成为可能。风险当然有，主动出击，深入草原，后勤、情报、气候都是挑战。朝中反对势力也必定会极力阻挠，但是这个机会绝不能错过。拥有了蒸汽机，大周才能真正迈入工业时代，我所规划的一切才能加速实现。匈奴必须灭，明天就去面见皇上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林爱卿，请讲。陛下，北疆之战虽破匈奴大军，但匈奴实力仍然强大。臣以为，被动防御，图耗国力，终非长久之计。故臣请旨率神机营主动出塞，北伐匈奴，离庭扫穴，永绝后患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如今国库空虚，民生疲弊，正当休养生息，岂可轻启边信，劳师远征？此亡国之兆也。陛下，王侍郎所言有理，深入漠北，千里溃粮，后勤难继。匈奴残部虽弱，然飘忽不定，熟悉地形，我军若孤军深入，恐怕难以为继。林大人，莫非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？漠北乃不毛之地，大军前往，无异于送死。区区数千神机营就敢言灭国，真是痴人说梦。林爱卿，重情之忧不无道理，北伐之事关乎国运，你可有把握？陛下，臣有10分把握，北伐并非盲目冒进。哦，愿闻高见。神机营之战力，诸位有目共睹，火器之力非弓马可挡，在草原开阔之地，其威力更能发挥至极。火器虽利，然弹药补给如何解决？漠北无水无粮，你的兵难道能饿着肚子打仗？赵尚书的担忧不无道理，不过臣只率领神机营以战养战，补给并无压力。就凭你那神机营几千兵马灭掉匈奴，林少监，你也不怕说大话闪了舌头？众爱卿所言皆有道理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容朕再思量一番。退朝。父皇还在为北伐之事忧心。安阳，你来得正好。林凡之意虽看似大胆，却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。若能一举解决匈奴，实乃千秋功也。只是朝中反对之声甚重，王老等人所言也非全无道理，朕难以决断。父皇，儿臣以为林凡之策可行。哦，你对他如此有信心？父皇，儿臣亲眼见过他如何从无到有，造出火炮击溃无尾，也见过他如何白手起家，建起兵工厂，练成神机营。他所行之事，每每看似不可能，却总能创造奇迹。此次北伐，他既然敢提，必定也有相当把握。朕也知他有大才，只是此战若败，不仅林凡性命难保，我大周国力亦将大损，朕赌不起呀。父皇，儿臣愿以性命与声誉担保，若林凡北伐失败，儿臣愿削去公主封号，永居冷宫，以此向天下谢罪。安阳，你何至于此？父皇，因为儿臣相信林凡所掌握的是足以改变国运的力量。此战不仅是为灭匈奴，更是要向天下证明这股力量的强大。若因朝中保守之声而错失良机，让匈奴做大，将来我大周要付出的代价只会更大。请父皇果断决策。
北伐之意，朕已有决断。匈奴不灭，北疆不宁，朕决意采纳林凡之策，北伐匈奴，力挺扫穴。林凡听旨。臣在。朕封你为北征大将军，率领神机营全军北伐，一应粮草物资由户部优先供给。望你不负朕望，不负万民所托，扬我国威于漠北。臣领旨，必竭尽全力扫平匈奴，以报陛下天恩。陛下，3思啊！王爱卿，朕意已决，莫非你要朕收回成命？臣不敢。林凡，朕在赐你尚方宝剑，剑只如朕亲临。北伐途中，凡有抗命不遵、延误军机者，无论品级，先斩后奏。臣谢陛下隆恩。皇帝对我还是很信任的，接下来就是准备攻城事宜了。后装步枪、火炮、震天雷都要造一批出来，让匈奴见识见识什么是工业化。不错，军纪严明，再加上后装步枪、震天雷、火炮，消灭匈奴应该问题不大。将士们，你们可知我们为何要北伐？不是为了开疆拓土，不是为了抢掠财物，是为了让我们身后的父母妻儿再也不受匈奴铁蹄的威胁，是为了让北疆的百姓能安心耕种，是为了用我们手中的武器为大周打出一个百年太平。我知道此去漠北路途遥远，环境艰苦，甚至可能马革裹尸，但是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，因为我们今日之所为将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，我们的名字将被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之上。听我命令，大军开拔，目标漠北王庭。不灭匈奴，誓不还朝！不灭匈奴，誓不还朝！公主殿下，林凡，一切小心，我在京城等你凯旋。殿下放心，林凡定携大军凯旋归来。撤！林凡，一定要平安回来。草原辽阔，视野极佳，利于火器发挥，但也极易暴露行踪。匈奴骑兵来去如风，必须小心戒备。林将军，前方发现小股烟尘，疑似匈奴游骑。传令下去，全军戒备，变化为防御行进阵型，占据左侧缓坡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开枪。是。撤！啊！这些周人队形好生古怪，没看见多少弓箭。装神弄鬼，看他们的衣着不像边军精锐，估计是从哪儿凑来的杂兵，如同土鸡瓦狗，随便宰杀。管他什么兵，送上门的功劳不能放过。走，试试他们的成色。撤！敌军非但不逃跑，还敢主动向我们发起进攻，也好，正好让他们来练练兵。刘老栓，属下在。挑出30人，上前50步，列3段击阵型，等敌人进入150步，自由射击。得令。第一队跟我上前。就这点人还想挡我们？勇士们，冲过去，杀死他们！他们冲过来了，好快的速度！都稳住，记住林将军教的，把他们当成移动的靶子，自由射击。预备，开火！什么声音？他们用的什么妖法？不要停，继续射击！逃！快逃！回去报信！周人会妖法的部队来了！想跑，赏你个大的！我们赢了！这枪太厉害了，他们根本没机会靠近。将军，任务完成，击毙对方头目，歼灭100余人，其余逃窜。
做得不错，士兵们临阵不慌，执行命令果断。记下，所有参战士兵记功一次。多谢将军。继续前进。将军，前面发现一处匈奴营地，存放了不少粮食。不错，又来活了。将军，我们打，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。火炮前移，抵达后立刻构筑炮兵阵地。是。是周人的部队深入到这里来了，胆子不小。不过他们的阵型为何如此单薄？后面那些用布盖着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不过是周人故弄玄虚罢了。让勇士们冲锋吧，必定一举冲垮他们。好，冲上去！传令，火炮营，目标敌军骑兵群，开花弹射击。这是什么石头？那是什么？天雷吗？妖法！周人真的会妖法！火炮停止射击，步枪队压上去，自由射击。将军，好消息！俘虏了一个名为巴图的匈奴头目，他决定投降，并愿意说出匈奴大军所在。根据巴图提供的情报，匈奴主力目前分3处驻扎，左贤王部约2万人，在西侧这片河谷；右贤王部约15000人，在东边这片丘陵；而单于阿克拉的王庭主力3万余人，在此地。龙城旧址。敌军战力不足为虑，但若相互驰援，形成夹击，与我军不利啊！将军，咱们集中兵力，先打掉一个再说。不，集中兵力攻打一处，另外2处必然来援，我军反而容易陷入被动。我们反其道而行之。刘老栓在，我给你2000神精英精锐，配备10门火炮，200枚震天雷。你的任务是大张旗鼓，佯攻左贤王部，声势要大，攻势要猛，做出我军主力在此，欲一举歼灭左贤王的姿态。佯攻，将军，那要是真打下来了呢？若能真打下来，自然更好。但你的主要目的是吸引阿克拉的注意力，逼他分兵救援左贤王，而我亲率剩余主力绕过正面，长途奔袭，直插阿克拉的王庭。将军此计虽妙，但风险极大。风险与机遇并存，此战关键在于快、准、狠。刘老栓，你部明日拂晓即发动攻击，我部今夜便轻装出发。各部保持信鸽联络，都清楚了吗？清楚。阿克拉，准备好迎接我神机营的雷霆之怒了吗？刘将军，都部署好了，10门火炮分3个阵地，均已校准目标。步枪队也进入前沿攻击位置。好，传令下去，按计划先给左贤王送份大礼。弟媳，周人主力打过来了！怎么回事？哪里来的爆炸声？贤王不好了，周军主力突然出现，还带了那会打雷的火炮，火力极其凶猛。周军的主力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探马呢？为什么没有提前预警？贤王，前线损失惨重，快顶不住了！顶不住也要顶！传令各部，依托营地攻势，全力抵抗！立刻派出快马向单于求援，请他速发援兵，内外夹击，必可全歼周军于此地。将军，穿过前面那个隘口，再急行军1天，就能抵达王庭外围。加快速度！刘老栓那边应该已经打响了。将军，刘偏将传来消息，左贤王部损失不小，已多次向王庭方向派出求援信使。好，阿克拉那边有什么动静？王庭方向已有兵马调动迹象，约有5000骑兵。阿克拉果然派援兵了。传令，全军进入隘口之后，就地隐蔽，做好战斗准备。将军妙算，此地地形狭窄，2侧有缓坡，正适合伏击。立刻部署，火炮营占据左侧高地，瞄准隘口出口，步枪队埋伏在右侧。等敌军全部进入河谷，听我号令，一起开火，务必全歼敌军。是。撤！快，再快一点！左贤王那边快顶不住了，只要赶到，与左贤王里应外合，必能击溃周军。
开火！埋伏！有埋伏！不要乱！冲出去！冲上高地！将军，大捷！敌军5000援军被我军全歼于此，我军无一伤亡。好，将军，我们接下来传令全军丢弃不必要的辎重，只带武器弹药和3日口粮，全速奔袭王庭。将军，那就是阿克拉的王庭。看旗帜和帐篷的规格，他本人肯定在里面。传令，炮兵立刻构筑阵地，目标王庭核心区域，那些最大的帐篷。火炮准备完毕后，立刻发动总攻。将军，火炮已经准备好了，发起进攻。那是什么？是火炮！众军打过来了，快去通知单于大人！单于大人，不好了，王庭周围出现大量众军，已经快打进来了。周军来了，那左贤王那边的事中计了，我们都被骗了。周军佯攻左贤王，吸引我分兵，主力却绕道来偷袭王庭，好狠毒的手段。差不多了，火炮停，步枪队进攻！单于挡不住了，我们从北边突围，还有一线生机。走，往哪里走？王庭一回，部众离散，巴克拉还有何脸面苟活于世？草原的雄鹰，宁可折断翅膀，也绝不低头。勇士们，随我冲锋！目标：地方主帅，杀！杀！保护将军！困守之道，徒增伤亡，快继续！大人！匈奴单于阿克拉已死！李将军万岁！漠北之患平定了，将此校首级处理好，连同他的王旗一并收好，作为战利品呈送陛下。另外，以我的名义起草告示，凡愿归顺大周者，既往不咎，负隅顽抗者，格杀无论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离庭扫学。恭喜宿主获得任务奖励：实用型蒸汽机全套技术与图纸。蒸汽机终于得到了，这才是真正开启工业革命的钥匙。火车轮船工厂，大周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。林凡，可有消息传来？回陛下，目前还没有任何消息。陛下，林大人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会凯旋归来的。希望如此。漠北苦寒，林凡小儿孤军深入，这么久没有消息，怕是早已全军覆没了吧？陛下，捷报！北疆大捷！你说什么？捷报？再说一遍！北征大将军林凡率神机营于漠北龙城旧址大破匈奴王庭，阵战匈奴单于阿克拉。此战匈奴主力尽没，王庭已焚，漠北诸部纷纷遣使请降，北疆百年大患平矣。什么？匈奴单于阿克拉死了？一战杀尽匈奴主力，这怎么可能？你做到了，你真的做到了。雷霆扫穴，永绝后患，朕心甚慰。天佑大周，天佑大周啊！陛下，林将军此役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。臣为我大周贺，为陛下贺。臣为大周贺，为陛下贺。这绝不可能，捷报是假的，他怎么可能真的做到？完了，全完了！传朕旨意，待林凡大军凯旋，朕
要亲自出城30里相迎，具体封赏在议，必使功臣不寒心，是天下之正义。将军，这次你立下不世之功，等回到京城，陛下一定会封赏你的。你们一样功不可没，届时擢升庶几不是问题。圣旨到，北征大将军林凡接旨。臣林凡接旨。陛下口谕，闻爱卿凯旋，朕心甚悦。特率文武百官亲至北门外30里亭相迎，以彰爱卿不世之功，为我大周虎贲之势。钦此。30里，陛下亲自出城30里迎接，我们何等啊！俺没听错吧？皇上亲自来接咱们了。将军，陛下此等恩遇，旷古未有，接旨吧。臣林凡叩谢陛下天恩，传令全军整理军容，加快行军，不要让陛下久等。陛下，那是陛下来了！这出城30里迎接林将军。林将军知道，林将军可是灭了匈奴，这等不世之功，当真是彪炳史册。看来林凡在民间威望很不错呢。这就是林凡将军，少年英雄啊！有如此将军，真是我大周之福啊！陛下，臣信不辱命，以荡平匈奴残部，伟汉兽首，漠北诸部望风归附，北疆100年之患自此而绝。爱卿辛苦了，此乃不世之功，朕心甚慰，朕心甚慰呀！宣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林凡功高盖世，定北疆于累卵，特进封为镇国公，世袭罔替，受工部尚书，领太子太保衔。钦此。镇国公！哎呦，陛下曾言非外战大功不可奉公，林将军真是英雄啊！臣谢陛下隆恩，镇国公还是世袭罔替的。不错不错，现在匈奴灭了，接下来就该发展大周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要先把王朗解决了。陈统领，今日请你过来是有一事相托。王朗在朝中多次与我作对，更是屡次暗中下黑手，此料不除，国无宁日。我想请你助我，暗中收集其罪证。国公爷，您所说的这些，殿下早有预料。殿下早想清除王朗，避免他对您不利，故而早已命我暗中调查搜集。此册中记录了王朗收买侯三及其同伙在军中散布流言，试图破坏训练的证词。其管家勾结精英将领，在狩猎前于猎场提前放置野兽的往来书信，还有其在工部侍郎任上贪墨工程款项，以次充好的部分账册副本与人证口供。原来殿下早已替我虑及此处。陈统领，谢谢你，替我谢谢殿下。国公爷言重了，您与殿下心系社稷，乃我大周之福，末将能为国公爷与殿下分忧，是末将的荣幸。王朗啊王朗，明日就是你的死期。陛下，臣有本奏，工部侍郎王朗曾试图收买地痞，破坏神机营新兵训练，平常更是贪污成风，其行径已构成贻误军机，阻碍国策之重罪。此乃臣搜集之部分证据，请陛下预览。陛下冤枉啊！臣对陛下对大周忠心耿耿，此乃林凡构陷，他是要排除异己呀，请陛下明鉴。王朗，你干的好事！陛下，臣真的一直兢兢业业呀，这都是林凡构陷臣。够了，王朗，事到如今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敢狡辩？你嫉贤妒能，罔顾国法，朕之前真是看错你了。陛下，臣知罪，求陛下开恩呐！现在知罪晚了，来人，革去王朗一切官职，抄没家产，念其曾为朝廷效力，免其死罪，流放3000里，永不得回京。陛下，求陛下开恩呐！尔等当引以为戒，今后若有谁再敢阳奉阴违，阻碍新政，王朗便是前车之鉴。臣等谨记。终于把王朗给解决了，接下来就安心发展工业了。
话说，我现在是工部尚书，工部也要利用起来了。恭喜宿主触发任务工业之先，任务要求成功制造并运行一台实用型蒸汽机原型机，任务奖励火车图纸、铁轨图纸、人才培养手册。火车要想复先修路，必须赶快把蒸汽机造出来，然后打造火车，铺设铁路。以往工部如何运作，本官暂不过多追究，但从即日起，工部上下需全力配合京郊兵工厂各项工作，尤其是资源调配，优先保证大周第一兵工厂。是国公爷，下官一定全力配合，不敢有误。另外，将工部名下所有技艺精湛的工匠名单整理出来，本官要亲自遴选一批人，暂时调配参与一项工程。国公爷，不知是何工程，需要哪些物料，下官好提前准备。届时会通知你们，记住，此事列为工部最高机密，若有泄露，按通敌论处。下官明白。国公爷，您画的这个大罐子叫锅炉，在里面烧水产生蒸汽，这蒸汽真有这么大劲儿，还能推着这铁疙瘩来回动，这比造火枪炮管子可玄乎多了。还有这些齿轮连杆也太复杂了，精度要求比枪械还高。国公爷，最难的是这个气缸和活塞，图纸上说要内壁光滑如镜，活塞与之贴合紧密，不能漏气，这如何能做到？我知道很难，甚至看似不可能，但正因其难，做成了方能改变世界。从今日起，我们分成3组，锅炉组由李老根总管，负责锅炉、压力阀、安全阀的铸造与测试；气缸活塞组由王铁匠负责，专攻气缸搪销与活塞精密加工；传动组由张木匠负责，打造连杆、曲轴、飞轮等传动部件。我会和大家待在一起，亲自指导。我们不求一步登天，第一步是先造出一台能运转起来的小样机，验证此路可行。好，国公爷，您指哪，老汉我就打哪。这能自己动的铁家伙，想想就带劲儿。我一定和您一起把东西造出来。既然国公爷说了能成，我老王就是豁出这条命，也要把这气缸给您磨透了。国公爷放心，传动部件包在我身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。事成之后，我一定为大家请功。谨遵国公爷之命。这是我们1个月的成果，一定要慎重。在开始测试之前，大家再检查一遍。是，所有铆接点和阀门正常。气缸清理完毕，活塞往复顺畅，传动机构检查完毕，一切正常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注水，点火，压力在上升，能顶得住吗？成败在此一举了。保持火力稳定，老王，准备听我口令，打开主气门。准备好了。开阀，开！失败了，加工精度还是不够。动了，真的动了，不用水推，不用马拉，它自己动了，神迹，神迹呀！国公爷成功了！成功了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工业之心，恭喜宿主获得火车图纸、铁轨图纸、人才培养手册。成功了！蒸汽时代就在今天由我亲手开启，接下来就是造火车了。不过造火车简单，铺设铁路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，必须要陛下配合。明天就进贡。蒸汽之力非止于兵工厂之机床驱动，其应用之广，必须让陛下理解。这不仅仅是又一件新奇武器，而是能重塑整个国家生产方式的基石。生产力的飞跃，才是国力根本性的提升。其二便是应用于交通，
臣已获火车之构想，以此征其机。孤臣恳请以首期规划，当以京城为中心。臣建议设立专门之铁路总局。林凡，林凡这些天也不知道在忙碌些什么，好久没见到他了。公主殿下，陛下，林爱卿，你怎么来了？臣来给陛下报喜，臣刚刚研制出了蒸汽机。蒸汽机完全不需要人力就可以活动的机器，有了这个，我大周的国力将更上一层楼。陛下，此乃臣草拟的大周帝国工业发展5年规划纲要，请陛下预览。林爱卿，这规划未免太过宏大。全国铁路干线，帝国科学院，这需要耗费多少银钱，动用多少民力？父皇，儿臣看来，林先生所说看似耗费巨大，但若能实现，其带来的收益将是投入的100倍、1000倍。譬如这铁路，一旦建成，物资调配、军队调动、朝发夕至，对于巩固统治、发展经济有无可估量的作用啊！陛下，公主殿下所言极是。工业之力在于提升整个国家的效率与力量。规划虽宏大，但可分期进行，我们一步一步慢慢来。好，朕就陪你赌这一把。林凡，朕命你全权负责此事，火车还有这什么铺设铁路，全都由你一人负责。帝国科学院也由你兼任院长，一应所需，朕和内堂给你撑腰。臣定当竭尽全力，不负陛下重托。等等，陛下叫臣，可是还有什么事情？我去，皇帝该不会要反悔吧？陛下一言九鼎啊！林爱卿，你自入朝以来，先是献上火器练兵，破匈奴，定北疆之患，如今又献上这蒸汽机与铁路之策，功在社稷，利在千秋。朕每每思之，深感欣慰。陛下谬赞，此皆臣分内之事，亦仰赖陛下信任与支持。这态度也不像反悔的呀。陛下，你到底想干啥？给个准话呀！爱卿之功已非寻常封赏可酬，朕思来想去，尚有一事或可两全。林凡，你觉得朕的女儿安阳公主如何？难道是？说起来，公主殿下聪慧明理，容貌气质更是无可挑剔。公主殿下天姿国色，聪慧过人，且心怀天下，臣敬佩不已。好，既如此，朕今日便做个主。林凡，朕欲将安阳赐婚于你，你可愿意？果然，陛下亲自赐婚，对象还是安阳公主。我确实倾慕公主已久，但公主她……陛下隆恩，公主殿下金枝玉叶，才德兼备，臣能娶公主，实乃三生有幸。臣林凡叩谢陛下天恩。好，安阳，你的意思呢？儿臣但凭父皇做主。如此甚好，此事便定下了。待择定吉日，朕亲自为你二人主婚。林凡，这份空白诏书你拿去。陛下，此乃何意？臣万万不敢。先是嫁女儿，又给空白诏书。陛下，你别这样，我害怕。朕知道你敢，也知道你不会滥用。北伐、建厂、兴学，你所行之事桩桩件件，皆是为了大周强盛。朝中规矩太多，掣肘太多，有了它，若遇紧急或遇宵小，你可先行处置，事后保朕知晓即可。朕信你。陛下如此信任，臣唯有效死以报。
朕不要你死，朕要你好好活着，替这大周江山开创这千古未有之局面。朕老了，未来是你们的，放手去做吧。多谢陛下。恭喜宿主触发任务工业革命，任务要求造出火车，构建全国铁路网络，培养人才。任务奖励内燃机图纸，电力概述。内燃机？刚造出蒸汽机就要奖励内燃机，这下不得不干了。所幸李老根他们现在技术也不错，有图纸的情况下应该能造火车，就交给他们了。我去处理帝国科学院的事宜，双线并行，完美。李师傅，国公爷，您吩咐。蒸汽机已成，下一步便是让它动起来，拉动万钧之物，日行千里。这是火车全套图纸，包括机车头、各类车厢、连接部件以及专用的工字形轨道。哇，好家伙！你看这火车比蒸汽机还要庞大复杂的多。如此巨大的铁轮还要承受那般重量，这铸造和加工的难度……我知道很难，但我们已经造出了蒸汽机，证明了我们的能力。李师傅，我任命你为火车制造总管。王师傅、张师傅，你们从一旁协助，集中兵工厂最优秀的工匠，全力攻克火车制造的各项难关，务必要把火车造出来。国公爷信得过，老汉我拼了这把老骨头，也一定带着大伙把这铁马给造出来。好，有信心就好。需要什么资源，直接报给我，优先调配。我希望尽快看到第一台蒸汽火车问世。是，国公爷。国公爷，此地距离京城西门约15里，临近官道，取水便利，且地势高燥，不易受水患。后方山体亦可以做天然屏障，很符合您对帝国科学院选址的要求。不错，帝国科学院选址就定在这里，划拨土地5000亩，筹建帝国科学院。院内设数理、格物、画艺、工术、农学、医科等诸多学部，网罗天下英才，探究天地治理，培养专精之士，推动技艺革新，造福社稷万民。国公爷，此举实乃开千古之先河。立刻起草公告，帝国科学院面向天下，广纳贤才，凡精通数算、格物、匠作、医药、农桑等实学者，不论出身，不计功名，皆可前来应试。结业后优先安排职位，更可参与国之重器研发，青史留名。蒸汽机与火车是骨架，但这帝国科学院与即将培养出的人才，才是让大周真正强盛起来，迈向工业时代的血液与灵魂。希望这公告能为我大周迎来第一批真正的星星之火。国公爷，您来了，按您的吩咐，枕木间距、道闸厚度都严格按标准来的。只是这铁轮子真能在这么细的铁条上跑，还拉这么多东西，不会翻了吗？放心，李师傅，只要按照图纸来，轨道平整，弧度达标，就没问题。国公爷，那边就是您让造的蒸汽机车头，还有几节车厢都组装好了。看着真像个钢铁怪物。这就是未来拉动大周前进的骏马。等轨道铺设到前面5里处的标记点，我们就进行第一次实验运行。林国公，此物真能行走，看着甚是笨重啊。赵尚书稍安勿躁，一看便知。国公爷，轨道都铺设好了。好，开始试驾。是。动了，真的动了，还拉着这么多东西。这日行千里，空非虚言呐！国之利器，这才是真正的国之利器。林凡，朕听闻那蒸汽机车真的动起来了。回陛下，此次实验只是短程低速运行，若铁路完善，机车改进，日后日行千里，拉载数十万斤货物亦非难事。届时，从京城至北疆，
或许只需数日时间。数日，好，太好了！你办事，朕放心，朕会全力支持你。朕要看着你把这大周真正打造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帝国。林凡，放手去做吧。臣必不负陛下期望。还有一事，你和安阳的婚事马上就要办了，你可要做好准备。陛下放心，臣一定好好准备，日后也会好好对待殿下。国公爷，按您的构想，这第一条南北干线北起朔方城，经京城南至江宁府，贯通我朝腹地，意义最为重大。然则途经太行、黄河天险，工程浩大，耗费恐是个天文数字。下官初步核算，仅京城至黄河段所需钢轨、枕木、人力，便需白银至少800万两。银子的问题我来想办法，关键是技术问题。穿越太行需要开凿隧道，跨越黄河需要建造前所未有的铁路大桥，这些才是真正的挑战。下官勘察过太行山，此处地质坚硬，开凿隧道难度极大。黄河水流湍急，河床松软，桥墩如何固定亦是难题啊！将这些问题全部列为帝国科学院和工部的重点攻关项目，悬赏征集方案，告诉所有工匠学子，谁能解决这些难题，封爵赏银，绝不吝啬。是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工业革命，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内燃机图纸、电力概述。我这铁路还没建好，任务就完成了。也是，任务要求规划好就行，建造那是以后的事情了。不错不错，内燃机和电力也到手了。第一次工业革命刚开始，第二次工业革命就要来了。离谱，算了，慢慢来吧。林凡，今日朕将最珍爱的安阳交予你，望你二人同心同德，不仅经营好小家，更要辅佐朕经营好大周这个大家。臣遵旨，必不负陛下厚望。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集市见面吗？你那时还是个卖烟花的落魄书生。怎么不记得？那时可没想到会有今日。林凡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为父皇、为大周做的一切。该说谢谢的是我，若非殿下当初赏识与信任，林凡或许至今仍籍籍无名。往后路还长，还需殿下与我并肩同行。并肩同行。